美丽的大鹅，求你嫁给我吧，我爱你。昨日新婚夜不是还说爱我吗？怎么今日就爱上一只鹅了？我知道此事突然，可情之一字，本就不由人。何事？裴燕慈，我堂堂新婚妻子站在这儿，你不陪，竟跑去泡一只鹅，还要亲她。你说话莫要这般直白。他脸上全是毛，哪来的面皮？他只是害羞。很好，不但疯，还疯得很有耐心。清代，奴婢在。去后厨传话，今日午膳加一道铁锅炖大鹅。你敢动他？我为何不敢？昨夜才同我拜堂，今日便要娶她。怎么，靖北王府一个世子妃不够，还要再添一位娥侧妃？她不是侧妃。难不成你还想让她做正妃？若无昨日婚礼，本该如此。那真是委屈白姑娘了。她不委屈。她当然不委屈，她连你是谁都不知道。他还敢追我！今日不是他进锅，就是我回娘家。有我在，谁也不能伤他。让开！不让！裴燕慈，你清醒一点，那是鹅。我知道，可他眼神清澈，不似旁人满腹算计。旁人？你说我满腹算计？好，那我今日便算计一回。别怕，我在。我要这夫君有何用？世子，不许碰白姑娘。世子妃，世子这是怎么了？我也想知道。清代，奴婢在。记下，午膳加姜。你还想动他？我只是怕鹅肉腥。传周伯，开祠堂。开祠堂做什么？告祖，我要给他名分。唉，别人争宠好歹是个人，到我这成畜生了。王妃去还愿还没回来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世子，何事？这是你的贴身玉佩。嗯，你给他戴。他喜欢。他若喜欢靖北王府，你是不是也要送给他？他没有那般贪心。把后厨养鹅的婆婆叫来。你碰她做什么？惠世子，世子妃，这不是白姑娘，那是什么？是白公子。这云可真白呀！世子，还拜吗？真心相爱，不该受身份与性别束缚。清代，奴婢在。去后厨拿竹笼。沈之薇，世子放心，我不伤他，我只是送白公子回他该去的地方。哪里？后厨。谁敢？世子若今日真在祠堂前同一只宫娥拜堂，明日全任京城都会知道。靖北王府世子新婚第2日，抛下妻子求娶宫娥。世人不懂也无妨。那你醒来以后呢？我现在很清醒。不，你不清醒。清醒的裴燕慈连京城第1美人都懒得看一眼，更不会抱着一只宫娥说真心相爱。你很了解我。不了解，但我知道，清醒的你不会让全府人看你今日这副模样。
小心相谈。你若再追一步，我立刻让人把鹅龙送出王府。你敢威胁我？不是威胁，是救你。救我？是，救你醒来以后，不必面对满府人叫你鹅郎君。顾侍卫，看住世子。世子妃，这……他若再追鹅，明日被笑的是他。世子，得罪，你果然另有所图。是，我图今日王府别多个鹅夫人。小姐，若世子再要见他怎么办？告诉他，白公子回娘家了。鹅哪来的娘家？池塘。他看我的戒备不像假的，昨夜那些温柔也不像假的。若这两种模样都是真的，那裴彦慈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世子清醒了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见？他记得，他竟然全都记得。若只算池塘边，大概20来个。若算祠堂呢？整个王府。不过世子放心，那祠没开，祖宗应该没看见。属下什么都没听见。白公子也关好了。不要再提那个名字。哪个？白公子。好，那我以后只叫他鹅。世子，你今日为何会这样？不知。从前可有过？没有。昨夜呢？昨夜之事，你不必当真。那世子今日之事，我也不必当真。明白了。往后世子若再说心悦谁，我先看看对方有没有翅膀。顾长风，属下知错，今日之事不许外传。自然，我刚嫁进来，也不想第2日便变成了全京城的笑话。你没有趁机提出任何条件。世子觉得我该趁你抱着鹅的时候，让你写下休书，再把鹅扶正。沈之威，我只是告诉世子，我今日拦你，不是为了拿捏你，是因为我不想让自己刚嫁进来，夫君就成了笑话。夜深了，世子早些休息。对了，明日是我回门，世子若还不舒服，可以不去。我回去。确定？确定。那明日请世子尽量不要再爱上什么奇怪的东西。不会。这王府才嫁进来2日，已经快住出10年荒唐事了。今日是回门，希望别再出什么岔子。世子醒了吗？还没有。昨夜世子吩咐，今日照常陪您回门。不对，之威，这个语气不对。昨夜没睡好。睡得很好。你眼下有青色。妆粉没压住。昨日是我不好，吓着你了。先出发吧。嗯。慢些。再慢一些，午膳都要变成晚膳了。昨夜下过雨，路滑。车夫走得很稳，还是慢些安全。看来夫君今天又不对劲，得防着点。雨，世子，我们被驴超过了。驴熟悉路况。今日我第一次回门，
若迟了，我母亲会以为王府故意怠慢我。按平常速度走。小心脚下。世子待知薇倒是周到。她是我的妻，我自然舍不得她磕着碰着。这小子比我还肉麻，哈哈，贤婿说的对啊。世子说话一向直接，父亲母亲别见怪。在王府住的可还习惯？他睡得不好。我没有。你昨夜醒了3次。世子怎么知道？我也没睡。新婚头一日，换了地方，难免不习惯。王府并无不周。吃的怎么样？很好。他不吃姜，不喜甜，也怕鱼刺。有点东西。父亲近日旧伤可还疼？阴雨天偶尔酸。伤在何处？左膝。王府府医擅长调理筋骨，回府后劳烦世子替父亲问复方子。好。拦不住他的关心，那就把关心分出去一些。我会自己调。刺多。我从小知道它。父亲也爱吃鱼。我不怕刺。岳父请用。多谢贤婿。知薇，随母亲来。世子，我在门外等你。母亲要问女儿家的私话。那我离远些便是。父亲一直想同世子下一局棋。父亲，救我！是贤婿。好，这棉袄漏风啊。知薇，你同母亲说实话，世子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？没有。他可曾欺负你？没有，裴燕慈没有欺负我。当真？当真。那昨日为何有人传言世子要娶一只鹅？那是谣言，那只鹅是公的，娶不了。父亲不是想下棋吗？果然年纪大了，干什么都心酸。可以回去了。贤婿方才一直在让，知薇希望岳父高兴。那世子现在为何不让了？知薇出来了。时辰不早，该回府了。世子一直看我做什么？确认你有没有不高兴。今日我说话不妥。他竟然知道。可我控制不住。难道与清晨第一眼有关？这我今日没有爱上鹅，但差点爱得我父亲想打人。岳父看出异常了。父亲只觉得你棋品不好。岳母呢？母亲觉得你像受了刺激。昨日你醒来看见鹅，便爱上鹅；今日你醒来看见我，便……你怀疑与醒来第一眼有关？不确定，只是太巧。明日先别让人靠近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既不能是鹅，也不能随便是人，那花草总该安全吧？沈知薇，我花粉过敏。严重吗？只要不闻太多就没事，只会肿。那便好。哪里好？至少比取鹅好。一盆花应该不会出岔子了吧？
小姐，这样拿花是吗？前日是鹅，昨日是我。若真与清晨第一眼有关，总要试出个准数。可世子说他花粉过敏，府医已经在偏厅候着，药也备好了。原来你在这里。完了，花也行。昨夜风大，可吹疼了。你果然安静，不同旁人，总说些伤我的话。旁人又是我。世子，你来做什么？我怕你离他太近。他怕生。他怕什么生？你方才眼神不善。我眼神再不善，也没打算吃它。你前日便想吃鹅。世子，你花粉过敏，无妨，会肿。为他肿也值得。沈之薇，你现在亲他，半个时辰后就会肿得连眼睛都睁不开。你若真喜欢他，至少该让自己体面些。那我抱着他。不行。为何？抱着也会肿。他柔弱，不能离我太远。哪里柔弱？传府医。是。退下。世子，你若不治，等会儿肿得眼睛都睁不开。那便不整。你若肿得看不见，便看不见他；你若咳得厉害，他也会担心。他会担心？会。你看，花叶都抖了，那不是风吹的吗？治。莫怕，我只是略有不适。不能笑，真的不能笑。何事？回世子，偏院那边已经安排妥当。退下吧。先喝药。他看着呢。世子妃这句话比3张药方都管用啊！放下！你再靠近他，明日就不只是嘴肿了。他抱走了他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见？主院的人，还有端药的小厮。我记得，我问那盆兰花，昨夜风大，可曾吹疼？我还说为他肿也值得。其实世子那时说的还挺真诚。前日是鹅，昨日是你，今日是兰花。人、动物、花草都可能。共同点是清晨醒来后第一眼。你也这么觉得？不是觉得，是太巧。府医说了，要按时用，明日就能消。你早就让府医候着。也提前备了药。你明知我会出丑，还是先备了解法。我只是怕你醒来后悔。我还没弄清楚你为何会这样，但至少在这之前，不能让你真做出无法收场的事。明日不能再让不知情的人靠近。那便找一个知情、稳重、不敢趁机占你便宜的人。谁？顾侍卫跟了你多年，忠心可靠。沈之薇，两个男人总不能也爱吧？小姐，这样总没活物了吧？还有一个，顾侍卫，今日只能委屈你了。世子妃，属下能问一句吗？问。若世子真像对那盆兰花一样看属下，属下该如何自处？世子清醒后完全记得，这是好事啊。这哪里像好事啊？
长风，原来这些年我不曾娶妻，是因为一直在等你。世子，属下有罪。何罪？属下不该站在这里。你怕我？世子妃，救命！这下完了，两个男人还真能爱。世子，你又要来？是。长风不是鹅，也不是花，所以我才更要来。不必怕，有我在。世子，你与顾侍卫主仆多年，若今日言行传出去，他以后还怎么在军中立足？你若真为他好，就不能让他成为旁人笑广。他们敢笑你？不敢。世子，顾侍卫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若真在意他，就该替他考虑终身大事。终身大事？靠！这世子妃，你是救我还是害我呀？男子成家立业，他总不能一辈子守在你门外。为何不能？你可有心仪之人？有。很好，不用我编了。奴婢没有。清代姑娘，顾侍卫，你别害我。清代，奴婢只是觉得顾侍卫忠厚。属下也觉得清代姑娘稳妥。世子听见了，若你真为顾侍卫好，便该成全，只能将错就错了。长风，你当真心悦他？当真？既如此，今日便定下。不急，婚姻大事岂能草率？顾侍卫忠心多年，清代又是我身边的人，总要先相看，再问两人心意。3个月后若仍愿意，再议亲。3个月太久。1月。世子妃。2个月。半月。世子若再逼，顾侍卫就要连夜投军逃出京城了。属下不敢。3个月。这3个月，长风不必守夜，让他与清代多见面。不必，礼不可废。为议亲前，2人私下多见，于清代名声有损。那便按规矩来。他瘦了。世子，顾侍卫只是跑得急。你不懂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见？主院的人，顾长风、清代，还有外院巡逻的2个侍卫，应该只看见你把顾长风调走，没听见前面的话。顾长风呢？活着，也没跑。想笑便笑。没有，只是觉得顾侍卫今日也不容易。明日给他放1日假。世子这是补偿他，是让他闭嘴。很合理。今日之后，男子也会出发。是。动物、人、植物，男子女子都无区别。但已经触发过的对象，似乎不会重复。所以，关键是清晨醒来后的第一眼，且只能是此前没有触发过的活物。目前看来是这样。这个规律并没有让局面变好，反而更麻烦。下次再让你站在第一眼的位置，未必有用。明日不能再用我，也不能用顾长风。小姐，那是厨房新来的狸奴，说是抓老鼠的。猫，这活蹦乱跳的，可比其他活物难防多了。明日把它送远些。送多远？送到他看不见我，我也看不见他的地方。明明昨夜还在柴房，奴婢拿鱼竿拴着呢。用鱼竿拴猫？他不认绳，只认鱼竿。封住主院门窗，所有人退远些。小姐，那狸猫不会已经进来了吧？小姐，这回总不能出事吧？说不准。
来了。世事难预料。为了见我，竟连夜翻墙钻窗，辛苦你了。我懂。你懂什么？他只是来偷鱼竿的。你又要赶他走？世子，他是后厨抓老鼠的猫，他不该被困于后厨，他生来便该自由。他现在是挺自由的。他只是想留下印记。世子，他留下的不是印记，是爪印。都一样。别走！世子，松手！你要上去追猫？他在等我。他在等鱼竿。沈之薇，莫不用食物玷污他的真心。那他嘴里的鱼竿算什么？信我。你若追出去，他会怕。那如何？又回来，让后厨拿鱼竿，越多越好。是。咪咪，不许这样叫她。那叫什么？云娘。她叫云娘。她身姿轻盈，如踏云而来。云娘。你别动，他若跑了，便是你吓的。小姐，笼子来了。沈之薇，世子放心，我不伤他。你要带他去哪？我只是送云娘去一个安全的地方。哪里？顾长风的院子。为何是长风？顾侍卫今日休假，院中清静，没人扰他。让长风照看好他。我会的。世子妃，这是世子今日的心上人。属下明白了。世子说让你照看好他。他认鱼竿，不太认人。属下尽力。世子若担心，我让人去问一声。不必，问他吃了没有。口是心非。顾侍卫说云娘吃了2条鱼竿，睡了。那世子可以安心了。你很得意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世子今日比昨日好哄。我不是被哄。是，世子是讲道理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见？主院的人，清代、顾长风，还有2名送鱼竿的小厮，但他们只知道猫跑了。世子放心，云娘在顾侍卫院中没出府。我今日险些追出府。是。若你没拦住，外面会看见。是。所以情况在变糟。你今日为何把猫送去顾长风院中？顾侍卫已经触发过，若你明日第一眼看到他，未必会再出事。你在试第2条规律。同一个触发过的人或物，似乎不会再让你失控，但我还不能确定。明日让长风守在门外。世子不怕。若能验证规律，便值得。好，明日让顾侍卫审门。世子，何事？云娘好像不太愿意配合我们的计划。明日再加2条鱼竿。3条，免得他乱跑。至少今日愿意同我一起想办法了。今日要整理回门礼和王府旧账，只能去找小姐了。
你守门还是喂猫？世子没事，太好了。小姐，礼单上有一处。你来了。世子，别怕，有我在，没人能委屈你。奴婢不委屈。快起来！你平日将是这样待他？属下，他见了我便跪，可见在你面前受了不少委屈。世子，属下前日是前日，今日我看清了。世子，顾侍卫没有欺负奴婢。你不必替他说话。奴婢真没有替他说话。你如此懂事，越发不该被草率许给他。不是我不明白，这世界变化快。世子，你也觉得长风配得上他？顾侍卫忠心稳重，之前世子亲口说他与清代可以相看3个月。3个月太久，这门相看不必继续。世子为何忽然反悔？他面冷，不会说话。属下确实嘴笨，还整日带刀，煞气太重。他是侍卫啊。哼，那也不妥。清代该嫁一个能护他、敬他、事事以他为先的人。奴婢不嫁。那便不嫁。你若不愿，没人能逼你。世子这话倒是有理。既然清代说不嫁，那便谁也不能逼他，包括顾侍卫，属下不逼，也包括世子。清代是我的丫鬟，也是清白姑娘。你若真为她好，就不能今日说疼她，明日醒来后又把她推到风口浪边。昨日你为顾侍卫和清代定下3个月相看，今日你又要拆，若明日清醒后你又后悔呢？世子，奴婢只想好好伺候小姐。属下也只想好好当差。3个月相看暂停。可以。暂停，不是取消。等世子病症查明，顾侍卫和清代若还愿意，再按规矩相看。奴婢愿意等规矩。属下听世子妃安排。这3个月，你离他远些。是。他今日不必伺候你。为何？他受惊了，该歇。确实，再留一会儿，怕是要赏他一座院子压惊。清代，去后院歇着。今日有多少人看见？我、顾长风、清代、廊下2个小厮。清代呢？在后院歇着，没哭。明日给清代押金银。以什么名义？若说世子心悦他，所以给押金银，他会更惊。那便以你名义。好。我今日险些毁了他名声。是。也险些伤了长风。是。你为何不让他直接离开王府？清代跟了我多年，今日若让他仓皇离府，府里人只会猜他做错了什么。留他在后院歇着，再由我赏押金银，反倒像只是受了惊。你想得很周全。我只是不想让你后悔。今日之后，不能再让你身边的人靠近。我们已经知道，已触发过的对象不会重复，但也证明了一点，这怪症会伤到真正无辜的人。不是每个人都像顾长风那样能扛，也不是每个人都像清代这样知道内情。世子妃，前院递话说柳姑娘明日会来给王妃送佛寺供灯名册。柳姑娘？柳明珠柳姑娘，王府世交家的姑娘。知道了，退下吧。明日不许她进主院，最好也别让你先看见她。这王府里活物未免太多了。见过世子妃。柳姑娘不必多礼。我今日除了送名册，还有几句话想同世子妃说。柳姑娘请说。外头这2日有些闲话，说我与世子自幼相识，
世子新婚后待世子妃冷淡，是因为从前同我有旧情。我与世子清清白白，他从前见我10回里有9回冷着脸，剩下1回连看都不看。这解释倒很可信。柳姑娘放心，我没有误会。我母亲昨日才带我见过江家二公子，虽还未定亲，但两家都有意思。若此时传出我与世子旧情未断，不只对世子妃不好，对我也不好。这姑娘不错，不装糊涂，不借势，也不暧昧。柳姑娘真的不必担心。柳姑娘，别往主院去。完了，明珠，世子，从前是我待你太冷。表兄，你别害我。柳明珠是真的怕，我昨日才刚相看。世子，让开。柳姑娘今日是来送名册的。她受了委屈。我没有。你方才说我害你。你现在这样，确实是在害我。柳姑娘别怕，世子近日有怪症。怪症？他清晨醒来后，会对第一眼看见的活物生出异常情意。沈之薇。柳姑娘，你不是第一个，还有谁？我。还有一只宫娥。什么？一盆兰花，一只梨木。顾侍卫。柳姑娘放心，已经过去了。世子妃，辛苦你了。柳姑娘明白就好。她为何要明白这些？因为你若继续这样，柳姑娘昨日相看的亲事就要黄了。对，你已经相看，只是见了一面。她配不上你。世子，你连他是谁都不知道。世子，你昨日刚觉得顾长风配不上清代，今日又觉得柳姑娘相看的公子配不上他。再这样下去，京城未婚男子大概都要被你嫌弃一遍。江家二公子很好，读书好，性子也好，没有欠债，也不会追猫，更不会对娥求亲。我不是那个意思。柳姑娘的意思是，她的亲事不劳世子操心。对，她受了惊，所以你现在最该做的是离她远些。你若真为柳姑娘好，就不要替她退掉昨日刚相看的亲事。说得好，柳姑娘今日是来避嫌的。若她从王府哭着离开，外头会怎么传？会传得很难听。你想走？想。顾长风，送柳姑娘出去。是。江家二公子是何人？世子问这个做什么？查一查。不可。若他品行不端呢？柳家自会查。你若插手，柳姑娘的亲事就真的说不清了。备一份礼。给柳姑娘。给柳家，以王妃名义谢她送名册。这个可以，礼不宜太薄，也不宜太厚。为何？太薄失礼，太厚像有事。麻烦。避嫌本来就麻烦。你今日当着柳明珠的面提了宫娥。不过她信了，也没有误会。柳明珠离府后，可曾再差人来问？没有。她那门亲事可有受影响？暂时没有。我已让人以王妃名义给柳家送礼，只说谢她送名册，礼不厚不薄，不会惹人多想。你已经安排了？江家那边呢？没惊动，越惊动越像有事。做得对。世子今日倒是醒得快。世子今日若不是被拦住，柳姑娘那门亲事，大概真要被你一句配不上搅黄。我没有糊涂到那种地步。世子白日里确实问过江家二公子顾长风。很好笑。不好笑，不过今日也不算坏事，至少证明外客一旦卷入，比府里人更难收场。今日多亏你。世子知道就好。世子，世子妃，景逸少爷递话说他明日一早要来给世子请安。裴景逸是谁？我堂弟。景逸少爷还说
顺道借点银子。他每次借银子都说顺道。明日不能让他靠近主院，尤其不能让我第一眼看见他。救命啊！小姐又来了，奇怪。走，进主院看看。锦衣少爷，属下说过，主院不可擅闯。我没擅闯，那你在做什么？我只是路过墙头，不小心挂住了。这小子前院进不去，竟然直接翻墙。小姐，借钱的人都这么拼吗？不拼怎么能借到钱？嫂嫂，嫂嫂救我！我若摔死在这儿，堂兄会伤心的。世子妃，世子醒了。很好，这会直接从天上掉。锦衣，堂兄，别怕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我接你下来。堂兄，你今日怎么这样好？别松！堂兄，我就知道你心里还是疼我的。出了什么事？也不是什么大事。一般说这话都是大事。他受了惊。对，我受惊了。受了多大的惊？1000两。赌鬼！堂兄，我也是一时糊涂。他们说小赌怡情，谁知越欠越多。今日50钱若还不上，他们便要去我父亲面前闹。谁带你去赌的？借条给我。给他。嫂嫂看着比堂兄还难糊弄。世子看清楚了吗？堂兄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发誓这是最后一次。你上一次是不是也这么说？上一次是真心的，这一次呢？这一次更真，说明你的真心也会利滚利。堂兄，他还小，17、18岁，能翻墙，能赌钱，能利滚利，还小。对，我还小，小就更该管。他今日是来求助的，所以才要帮他。世子若真为他好，就不能只替他还银子。可以只替我还。今日还1000，明日他就能欠3000。那便替他还债，再给他一间铺子。铺子？铺子真给他，只会多一处抵押的地方。世子，铺子不能给。嫂嫂，怎么不能给？你会管铺子吗？哦，我可以学。好。世子既然想给锦衣少爷一个营生，那不如让他先去王府铺子学账，学3个月。3个月？每日卯时到铺子，跟账房先生学算盘、看账册、认契书。嫂嫂，我不会算账，所以才要学。我手笨。算盘会教你。我起不来早。属下可以。我忽然觉得这1000两也不是非还不可。你想被人追债？至少追债的人不会让我学算盘。景逸，你受苦了。堂兄，账房学徒太轻，3个月后若账目学得好，再议铺子的事。若再赌，停1年月例。堂兄，你不是心疼我吗？正因心疼，才不能让你再错。嫂嫂，还是让堂哥骂我吧。现在晚了。借据一式3份。3份？1份王府账房存档，1份送你父亲。那还有1份呢？挂你床头，提醒你每晚睡前看。照办。再给他些零用，10两。可以。从今日起，每日卯时去铺子学账。嫂嫂，我能不能选择继续挂树上？属下可以帮忙。不必，我忽然觉得他很亲切。堂兄，那铺子
先学会看账，再谈铺子。我就不该翻墙。下次走正门。哪还有下次？我说要给他一间铺子，说了。你改成了学账。嗯。还让他写了3份借据。嗯。做得对。景逸少爷若知道世子醒来后也这么说，估计会大哭一回。他活该。赌坊那边，顾长风已经带人去处理。铺子账房那里，我让人安排了最严的账房先生。最严？听说那位先生教哭过3个掌柜。很好。今日多亏你了。知道就好。小姐，王妃院里新送来一只鹦鹉，说是从佛寺带回来的，会学人说话。把鸟拿远一点。已经晚了。什么？立字据。唉，这鸟学的倒很实用。立字据。小姐，阿宝飞出来了。立字据。你竟懂规矩。很好，今日不是情话，改成账房开去了。立字据。该立。世子，你又要赶他走？他会乱说话。直言规矩，何来乱说？10两。连数目都记得。昨夜景泽少爷走时一直念叨，说堂兄只给10两。阿宝听见了。他还挺会挑重点。下来。10两。下来，我护着你。我护着你。立字据。10两。我护着你。谁欠世子10两，还要世子护着？莫不是昨日景逸少爷？景逸。谁许你议论？都起来！今日谁听见什么，都只当没听见。是。都退下吧。都没听见。这鸟真的不该留在王府。哎呀，可算找到了，怎么飞到这儿来了？来的正好，他平日爱吃什么？瓜子、松仁、蜜饯都吃。拿松仁来。阿宝，下来。不可用吃食诱他。那世子有更好的法子。下来，我接着你。10两。阿宝，来这里。立字据，我护着你，都没听见。带去空屋。沈之微。世子，今日他已经喊了半个王府，再不关起来，等王妃回来，他就能在王妃面前替你查账。你若真为他好，也不能让他因乱说话被人厌弃。10两。带走吧。10两。景逸那边怎么样？我让顾长风去提醒他，若外头听见半句，他就多学3个月账。想必他不会闭嘴。裴景逸未必怕丢脸，但他一定怕算盘。小姐，王妃明日一早回府。明日？嬷嬷说，王妃路上听说阿宝在府里学话学得好，想亲自看看。明日之前不能让阿宝靠近王妃，也不能让我第一眼看见母妃。所以明日一早我守你醒来，阿宝送回佛寺。只能这样了。若母妃问，便如实说。好，明日我陪你说。小姐，不好了！阿宝又飞了。不是，王妃提前回府了，阿宝还没送走。王妃刚进洗脚门，就听到他喊立字据。这只鸟果然一日不走，一日都是祸害。让顾长风守门，我去拦母妃。知微，母妃。都没听见。
这鸟一见我，先喊立字据，又喊10两，最后还说都没听见。你们主院这几日到底在查什么账？母妃，先别进去。又来了，母娘，燕慈，你赶了一夜的路，只是提前半日回来，不算赶路。车驾可稳，路上可有人怠慢？谁安排您清晨进府？放心吧，我很好。传府医，我好端端的，传府医做什么？你脸色不好，我只是没睡够。那更该歇着。拿远些。父王，做什么？母妃才赶路回来，需要休息。本王自然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让她清晨赶路？你今天怎么回事？燕慈是我自己邀赶回来的。那也是父王没有劝住。呵呵，照你这么说，本王还照顾不好你母妃了。父王若照顾得好，母妃不会一早带着一只乱说话的鸟站在主院门口。立字据。什么字据？父王该立一份。立什么？五儿今天怎么了？往后母妃去佛寺，父王需亲自安排车驾，每日问膳，每月陪母妃出府散心一次，不得让母妃清晨赶路。世子，你若真为母妃好，就不能如此审问父王。父王与母妃是多年夫妻，你今日若逼父王立字据，明日醒来会后悔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现在不问。燕慈，我有些累。我送母妃回院。软轿已经备好，世子不宜亲送。你若亲自送，父王会更生气。子时候带他来见我。是，母妃。先走吧。唉，好吧，本王送你回去。我今日让父王给母妃立字据，差一点。那只鸟送走了吗？还没，王妃说子时后再处理。明日送走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父王后来如何？被母妃劝回前院了。可曾动怒？很怒，但现在估计已经消气了。母妃呢？母妃无大碍，只是让我们子时后过去。走吧。现在？既然他亲眼看见，便如实说。母妃，今日之事是我失态，只是今日。母妃，此事从新婚第2日便开始了。新婚第2日，那只鹅也是。所以那鸟不是无缘无故喊的。府里传的含糊，我原以为只是吓人玩笑。不是玩笑。所以那鸟不是无缘无故喊的。明日送回佛寺。从何时开始？新婚夜之后。合卺酒之后。母妃为何这样问？你们成婚那夜的酒是谁送进洞房的？不清楚，不过酒的味道确实有些奇怪。明日辰时，把新婚夜伺候喜房的人全叫到正院。今晚便查。你今日刚让你父王差点立字据，再连夜审人，明日府里会以为你要清全府的账。此事不能乱，明日按名册一个个问。还有，那只鹦鹉天亮就送走。阿宝送走了吗？已经送了。那就好。今日王妃要问话，估计快开始了。行，现在就走。这是做什么？王妃，昨日阿宝一直喊立字据，府里都传开了。老奴想着，今日问话不如写清楚，让每个人按手印，免得之后反口。也好，不过不是立字中，是录供词。新婚夜的合卺酒是谁备的？
回王妃，是按府里规矩从喜宴酒房取的。谁去取？王妃明鉴，奴婢没有借银子。今日问酒，不问银子。是奴婢去取的酒。你亲手从酒房取来？奴婢原本是去酒房取，可刚到外头，便有人把酒壶递给奴婢。谁？奴婢以为是库房赵妈妈。不是奴婢，王妃明鉴，奴婢当夜一直在外库清点回收酒坛，两个婆子都能作证。叫证人。说，赵管事确实一直在外库，没错，那段时间从没离开过。你为何以为是赵妈妈？那个妇人穿着赵妈妈常穿的灰蓝袄子，腰间挂着库房腰牌，头一直低着，说喜房催得急，让奴婢赶紧送去。你看清脸了吗？天啊，人又多，她低着头，奴婢没看清。腰牌呢？奴婢的腰牌还在身上，没有丢。看来早有准备。那只酒壶还在吗？成婚礼器都收在旧库，应当还在。去取。是。不是王府常用礼壶，王府礼壶底部会刻府印，而这个壶底空空如也。有人换了合卺酒壶，这只壶被人特意送进了喜房，我和裴彦直都喝了里面的酒。自那之后，怪症开始。查旧库出入。是。寿安堂，那是裴老夫人的院子。母亲院里的人，秦嬷嬷是老夫人身边旧人，祖母为何要取喜房礼器？成婚前，老夫人确实让人送过一批旧物，说是裴家祖上传下来的喜气，寓意夫妻和美。那只酒壶也是其中之一。册子上只写喜气一套，没细列。去请老夫人。先别惊动母亲，事情未明，不能直接问罪。母亲未必知道这壶有问题，若她知道，便要弄清她知道多少。先查秦嬷嬷。王妃，秦嬷嬷3日前告假，说旧疾犯了，回乡养病去了。哼，倒是巧。派人去寻。是。母妃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母亲或许认得此物。若老夫人认得，为何不明说？不知，也许她只知道这是旧物，不知后果。也许她知道一半，也许……祖母不会害我。我也不信母亲会害你。所以明日去寿安堂，不是问罪，是问旧事。害怕？不是怕。那是在想什么？在想，若那只壶真是裴家旧物，为什么偏偏被用在你我新婚夜？若只是害你，没必要用这么容易追到寿安堂的东西。若不是害你，那这壶原本是用来做什么的？你今日没有怀疑祖母？世子以为我会？你本可以，新婚不久便遇上这种事。若你怀疑王府有人害你，也不奇怪。我确实怀疑有人动了手脚，但没查明之前，怀疑谁都太早。更何况这些日子真正出丑最多的是你。抱歉，我只是实话实说。你可以少说些实话。那恐怕有些难。母妃派人捎了句话，明日一早去寿安堂请安。看来母妃不是不问，她只是要亲自问。你每日这样守着，不累？比满院追猫抓鸟拦堂弟轻松。今日去寿安堂。寿安堂不是能随意问罪的地方。
我们不能一进去便说老夫人有嫌疑，先让她辨认银狐，再问秦嬷嬷。你倒是比我更会审人。世子若亲自问，脸色太冷，容易像问罪。我平日脸色很冷。奴婢什么都没听见。今日请安，倒像带了政务来。祖母安。祖母，听说你这几日病得不轻。世子近日确实不大安稳。不安稳到连池塘里的鹅都被牵走了。祖母听谁说的？满府连鸟笼都端走了，我若还不知道，便是瞎了。你这心腹倒是镇得住场面。祖母过奖。不是过奖，换个胆小些的，恐怕早哭着回娘家了。你先退下吧。是。祖母可认得这只壶？从哪里找出来的？洗房旧库。谁用过？新婚夜我与知微用的合金酒。糊涂！这只壶不是王府常用礼壶，壶底也没有府印，旧库册子上却写着成婚前3日，寿安堂秦嬷嬷取过喜器1套。秦嬷嬷，她3日前告假回乡，但派去她老家的人回话，说她根本没有回去。她没有同我说过。祖母知道这壶不能用。知道。既然知道，为何还留在旧库？因为这东西不是害人的毒物，也不是谁想用便能用出事的妖物，它是你祖父年轻时从一个老道手里得来的。老道？那年裴家有难，那老道救过你祖父一命。临走前，他留下几件旧物，其中便有这只壶。他说此壶名为照心，不可妄用。照心？若饮酒之人心中有情却不肯认，有念却偏要压，便会照出心中妄念。这话与这些日子的荒唐竟隐隐对上了。照心照出鹅？你还真有鹅。祖母只需回答。我只听你祖父说过几句，并不知具体后果。当年那老道说的玄乎，你祖父不信，我也只当是不吉之物，锁进旧库。多年无人提起，我几乎忘了。祖母没有让秦嬷嬷娶她？没有。成婚前，我确实命秦嬷嬷送过一批旧喜器，但只是普通玉如意、合欢佩之类，没有这只壶。秦嬷嬷为何敢私取？这正是我想知道的。所以现在最要紧的是找到秦嬷嬷。她若逃，是心虚；她若没逃回乡，便极有可能去找当年那老道。祖母知道那老道在何处？当年他临走时留过一句话：若裴家后人因心债而乱，便去城西30里外的无名观寻他。心债？你这些日子到底发作成什么样？世子清晨醒来后，会对第一眼看到的活物生出异常情意。活物？人、动物、植物都有。倒也见多识广。孙儿是身不由己。每次持续多久？子时后恢复。恢复后记得？记得。那知微这几日倒是辛苦。夫君的事便是我的事。若真如你们所说，这便不是迷药，也不是普通邪术，得去无名观。祖母可还有别的线索？拿着，那老道若还活着，看到这个，应当知道你们是裴家人。你如今这样，我不放心让你拿。多谢祖母。
你们打算如何做？先查秦嬷嬷去向。若他真往城西去，我们便出发去无名观。我让周伯配合你们，此事由你们去问最合适。这是自然，就不劳您费心了。世子妃，派去秦嬷嬷老家的人又传回消息，说秦嬷嬷没回乡，她最后一次露面是在城西方向。备车。是。我同你去。不怕？怕，但我更怕你明日醒来又爱上路边什么活物。净说内话。我还想看看新婚那句我心悦你到底是真是假。小姐，这地方真能住高人？看着不太像。进去。师傅，那是供桌上的礼。神仙不饿，我饿。可那是信众们供的。信中供的是心意，我吃的是礼，不冲突。道长来啦，你知道我们要来？略知一二。道长认得这个？认得。你祖母当年脾气比你还硬。道长慎言。这就不爱听了，难怪鹅要遭罪。进来吧。还有，你们要找的秦嬷嬷也在。她在这里。昨夜来的，哭了半宿，说她害了世子。世子，秦嬷嬷，合锦酒壶是你取了？是奴婢，可奴婢不是要害世子，也不是要害世子妃。奴婢只是听老夫人当年提过一句，说裴家旧库里有一只照心壶，能照夫妻真心。成婚前，老夫人叹过一句，说世子性子冷，新妇嫁进来怕是要受委屈。奴婢便动了糊涂心思。所以你私自取了壶？奴婢以为那壶最多让夫妻酒后说几句真心话，奴婢真的不知道会闹成这样。你为何冒充库房赵妈妈？奴婢知道旧东西不能乱动，怕被查到守安堂，惹老夫人担责，便穿了赵妈妈常穿的灰蓝袄子，又找了块旧腰牌。奴婢想着，只要世子与世子妃和和美美，事后无人会追究。那为何3日前离府？奴婢听说府里出了怪事，又听见有人提起鹅，奴婢吓坏了，这才想起老夫人当年说过，无名观有位道长知道此物来历，奴婢不敢回寿安堂，便私自来了这里。那事情就简单了，秦嬷嬷自作主张，好心办了坏事，并不是有人处心积虑谋害。你该回去向祖母请罪。奴婢愿受责罚。道长，照心壶到底是什么？照心壶不是毒物，也不是寻常邪物，它照的是人心。说清楚。你心里有情，却不肯认。合金酒入后，赵心湖把你压着不认的情意打散了。清晨人心最空，醒来第一眼看见什么活物，那些情意便会错投到什么身上。放心，他没有真爱上你。多谢道长。鹅、猫、花、鸟、人都是壳子，真正的情谊不在他们身上。他们只是替某嘴硬的人受了牵连。为什么他会记得？因为这不是失魂，他的神智一直在，只是情谊被错投，他自己也被那股情谊牵着走，所以他说过什么，做过什么，醒后都会记得。为什么已经错认过的人不会再错认第二次？因为那股情谊认过壳子，认过一次，便知道那不是归处。所以让这姑娘守着你醒，倒是误打误撞找了个临时法子，但这法子撑不了太久。什么意思？3日内会有一次最强的错头，到时就算第一眼是自己内心的人，也未必压得住。因为狐照出来的不是玩笑，
是你一直不肯承认的真心。如何解？错认时，自己认出那不是。他得自己选对真正想要的人。这东西能让他短暂清醒半刻，但只是拖延，不是解法。若次次靠服下去，这股情谊会越积越重。也就是说，最后必须让他自己认出来。对，而且最好别再让他逃。我何时逃了？你都能让娥替你受情债，还不叫逃？我收着。万一真出事，总要有人能用。还不算没救。道长，最后一次错头大概会落在谁身上？这个不好说，有可能是人，也有可能不是人。那岂不是还要防着娥？别什么都怪娥，娥这几日已经够冤了。沈知微，我只是觉得道长说的有理。这位夫人比你讲理，至少今日讲理。很好笑。世子放心，我不是笑你。那你笑什么？笑那只鹅清白了。沈知微，若最后一次真的失控，你不必应承，符在你手里。若我又认错人，你便烧符。那若烧符也只能拖半刻呢。道长说最后要你自己认。我会认。世子妃，王府来人传话，永宁郡主明日一早来探望王妃。3日内来得这么快？没想到竟是我的表妹，她在京中可是出了名的爽利明艳。符带了吗？带了。若我失控，别犹豫。道长说符只能拖半刻。半刻也够你走。若真到了那一刻，我先试着叫醒你。若叫不醒呢？那就烧符。好。表嫂，郡主，我来探望王妃姨母，顺道看看你。外头都说表兄近日病得古怪，还说跟鹅有关。你放心，我不是来看笑话的，我只是好奇，郡主今日最好别见世子。为何？是这样的，所以若表兄今日看见我，我也有可能倒霉。没错，我虽胆子大，但也没有大到要跟鹅排一个名单。那我今日不见表兄，多谢郡主体谅。不是体谅，是保命。表嫂，你也不容易，换我新婚遇见这事儿，今日鹅，明日花，后天顾侍卫，我大概已经去宫里请旨改嫁了。走，我带你去找王妃。表兄，你先别这么看我。永宁，表嫂，我倒霉了。你不该一个人来。我不是一个人，我带了4个丫鬟，2个侍卫，还有1车点心。人多也不安全。这听着怎么像要把我关起来？世子，难道有用？你看看我，他不是什么？他不该来，他只是来看母妃，他会被牵连。不会，只要你认出来，他就不会。表兄，你好好认，我不是，我也不想是。别烧，你醒着。表嫂，要不你还是烧吧。裴燕慈，你记得宫娥吗？你记得兰花吗？记得。
记得顾长风吗？记得。这破咒口令听着真不体面。那你也该记得，他们都不是，永宁郡主也不是。那谁是？你自己说。表兄，我真不是。表嫂比我镇定，比我聪明，比我会救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已经替你收拾了鹅、花、猫，还有人。表嫂，你这婚成的也太忙了。不是他，我不选他。多谢表兄。沈知薇，我选你。裴仁慈，表兄这是选完就晕。叫府医。没事，他自己认出来了。你想怎么做？先让府医看，再让人去无名关，请道长过府确认。好，按你说的办。还有永宁郡主今日所见，请母妃替我们压一压。不用压，我什么都不会说。好。世子脉象有些急乱，像是心神骤耗，并无性命之忧。无事便好。醒了。这次我没再选错。我说的话，你听见了？听见了。哪一句？你说永宁郡主不是。还有，你说你选我。那不是咒，是我。我知道。小姐，道长到了。请他进来。不错，终于没让鹅替你受苦了。赵兴湖的咒意散了大半，大半。南方这里算是过了。还有哪里？合金酒是2个人喝的，不过夫人心性稳，发不发作还不好说。但若真发作，也该轮到你守他了。说清楚。不急，先让我喝口茶。道长的意思是，我也会像世子一样，醒来第一眼看见谁便心悦谁？未必，快说。赵兴湖盛的是合金酒，你2人同饮，自然都有牵连。只是世子心里情意压得太深，嘴又硬，无意先照在他身上。说他。世子非心性稳，这些日子一直在救场，情绪没乱，所以未曾发作。但今日世子自己认了真心，赵兴湖残意被撞开，难保不会牵出他心中那一点未说出口的念头。未说出口的念头。道长说的玄乎，不必全信。你看，这也是嘴硬。若他发作，如何解？轻得多，多半不会像你那般满腹乱认，至多是心知外露，藏不住话。这符不是压他的，是给你冷静用的。我为何需要冷静？你若明日看见他夸别人好看，未必冷静。不会有别人，明日我守着你行。世子不睡，我守夜。我只是可能发作，不是一定会。可能也要守。原来这些日子，我每日守着你醒时，世子也是这么想的。辛苦你了。其实也不算太辛苦。你不必替我遮掩。好吧，是挺辛苦的。以后不会了。知薇。裴言慈，你今日真好看。请带出去。我夸你，你为何感他？你现在清醒吗？清醒。那你为何忽然说这种话？
因为想说。还有哪里不是？没有，只是觉得你坐在那里守我一夜，像个很合格的夫君。小姐，奴婢还能进来吗？不能。世子，你这样很像昨夜被道长说中的样子。哪句？需要冷静。残意很浅，不会再乱认了。不会。今日过后便散得差不多了。不过他今日说的话多半都是真话，所以想问什么，趁今日。世子想问什么？你真的觉得我像个合格的夫君？今日比昨日合格。只是今日，从你没有烧符，自己认出我的时候，也很合格。裴燕慈，我不是因为你中咒时说过多少好听话才留下，我留下是因为你清醒后会认、会负责、会改，也会在明知道丢脸的情况下去找答案。当然，你追鹅的时候不算。清淡。可要把婚礼补一补。为何不是酒？世子还想再试一次照心湖？花茶很好。沈之薇，我心悦你。我知道。别紧张。世子妃，府门外来了个小道童。何事？他说他师父让他来送一句话，说赵新湖的事算是结束了，但裴家旧库里不止这一件旧物。